大家好，我自驾游去西藏，现在来到梅里雪山了，带大家去看一下梅里雪山的美景。哇塞，非常壮观。它的主峰就是这个，叫卡瓦格博峰，它是6740米。这个梅里雪山是藏区8大神山之一，它也是云南的最高峰。现在它的最高峰被云雾挡住了，我们看不到。但是它周围呢，一共有8座这个雪山，旁边的这几个都能看到，还有那边，这8座大雪山共同组成了梅里雪山。它山顶上常年都有积雪啊，这个积雪是常年不化的。我上个视频说那个苍山顶上的那个积雪常年不化，很多人说夏天会化的。我告诉大家，就是夏天它都不会化的。我们应该在学校里都学过啊，这个海拔每升高1000米，温度就会降低6度。这个最高峰是6700多米，你想想，比上海是海拔是0嘛，它比上海的温度降低了40度左右。所以即使是夏天，这边的雪都不会化的。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，这个山顶它有吸云的效果。你看这个山峰上面都有云，你看其他地方是不是很少有云？对不对？它有吸云的效果。这种山峰呀，它就像害羞的少女一样，她不想让别人一睹她的芳容，所以她把这些云啊吸到她的上面去，就是挡住她的面容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看到她的全景，是非常幸运的事情。这么近距离就能观看到雪山的景点，这在世界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啊。那个雪山的山顶好像露出来一点了，雪山山脚下就是澜沧江。这个澜沧江会一直流到东南亚，流到东南亚叫做湄公河。这个江面距离那个最高点落差超过4000米，非常的壮观。高山峡谷，峡谷中的河流，那边还有那个村庄，还有各种盘旋在山腰间的路。哇塞，看看这个地质地貌，多壮观呐！看一下这个观景平台上有很多的佛塔，因为这边是藏区，藏民呢是信仰这个佛教的，所以他们盖了很多的佛塔。当地的藏民呢会把这个经幡挂到这栏杆上面，祈福的。这边还有磕头的。看这边的房子呢，也都是藏式风格的。这边大家看都是那个观景的那个房子，有大的阳台、大飘窗。如果你们想来这边拍日照金山，可以晚上住在这个酒店里面啊，在房间里就可以拍到日照金山。最后再说一下，这个景点的名字叫做飞来寺，它是个观景平台，它是观看梅里雪山最佳的位置。这里呢有很多的停车位，我觉得这个景点还是值得来的吧，门票是20块钱。就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帮我点个赞，转发一下。到检查站了，进西藏都要检查的，下车还要扫码。现在过了检查站，就代表正式进入西藏了。现在我已经进入西藏境内了，看一下，这下面就是澜沧江。现在进西藏的话，有绿码就可以了，很简单的，没有那么复杂。上次进藏我走的是川藏线，这次我走的是滇藏线，两个线路不一样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从丽江开始214这段国道的路况啊，这段路况还是非常好的，全程都是这种路啊，就像我现在走的这种路。但是呢，有的地方这边上没有栏杆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其实是在悬崖边呢。如果没有栏杆的话，
而且这个转弯会比较多。如果你的速度很快的话，你就刹车就来不及，就容易冲下去。你看这个大车，尤其是对面来个大车的话，他们要掉头啊，你要错车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发生危险。再就是呢，像这个右手边，这都是一边是悬崖，一边是这个山，山上呢还会有落石掉下来。有时候如果是雨季的话，那么下雨的话，它就会有泥石流，然后这个石头就会从山上滚下来，有可能会砸到人，就是这个危险。现在这一段呢，路修的非常好，全部是铺装路面。它唯一的危险来自于就是这种山路、盘山路，就是悬崖边有的地方没有围栏，再加上如果你晚上走的话，那你就增加了你的危险性了，是吧？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转弯的地方，这就是防止落石的，像这个大铁网子。这右手边是大铁网子有落石，这左手边就是悬崖，下面就是澜沧江啊。这个地方就是刚进西藏的地方，它叫做盐井。这个村子非常的特别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远处就是雪山，山顶上都有积雪。然后这边都是4、5千、5、6千米的大山，然后山脚下就是村庄，村庄呢还种了树，然后最下面呢还是河流，有澜沧江。看看这个地貌啊，因为它的海拔高度不一样，所以它的植被、它的气候都不一样。你看山顶那么冷，山脚下就温暖如春了，非常的特别。这是盘山公路，一直在这个半山腰有一条这个路，这如果你开得快了刹不住车，有可能从这悬崖边上就冲出去了，尤其是转弯的时候啊。我的车停在这里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从芒康出发，要到达土库或者是邦达，现在正在翻这个芒康出来的第一座山，忘了叫啥名字了。上次我骑自行车的时候，就这个盘山路走了3个小时，今天我开车过来10几分钟都爬上来了。大家看一下这条路，从这下面盘旋上来的。这条路陡倒是不陡，但是它也很危险，就是因为它路边没有护栏，看到了吗？这马路边没有护栏，你只要是速度稍微快一点，转弯的时候你就来不及刹车了，你就冲到这下面去了。这里海拔已经接近4000了，这山上的温度好冷啊，风又大。上车走了啊！前面发现一个骑自行车的。这条路坡度不是很陡，但是特别难骑，因为风特别大，再加上它海拔高，每骑一步都非常的难。拉乌山山顶到了，4376米。这个地方正在修绝巴山隧道，据说今年年底就能开通了，修好以后就不用翻这个山了。但是川藏线又少了一个垭口，想骑川藏线的朋友抓紧时间吧，以后等这个隧道开通了，就少了一个乐趣了。前面就是澜沧江大峡谷，这个峡谷中有一个村子叫绝巴村，骑摩托车的和自驾游开车的经过这个村子肯定不会有任何印象，但是骑自行车的人对这个村子绝对是刻骨铭心的记忆，甚至比你登到山顶上的印象还深刻。原因我就不说了，骑过的人才知道。现在我要上山顶了，现在正在东达山的路上，马上就到山顶了。看看路上的大雪山，一路都是大雪山为伴，非常的美，这种感觉太棒了。这个车怎么了？放了三脚架。开车又到了东达山了。东达山海拔超过5000米了。记得去年骑自行车上来的时候，这里正下大暴雨呢。去年来的时候很狼狈啊。
今年开着车很轻松就上来了，在这里就可以很从容一点啊。但是这次上来呢，就没有第一次上来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了。东达山，在左贡加油站7块3毛2，加了285。这是西藏的左贡，快到邦达了，下冰雹呢，现在。能听到这个声音吗？请慢一点。看山上都是雪啊，都是白茫茫一片。现在下雨下雪也不敢开快了，必须慢慢的开。已经到达邦达了。从芒康开始到邦达这一段路，如果你骑自行车的话，要骑4天时间。像我今天开车过来的，1下午都过来了。但是开车速度虽然快吧，这一路上翻越了这么多大山，印象好像不是很深刻，就感觉这些大山也不过如此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骑自行车呢，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，你就会感觉这不愧是这个青藏高原，不愧是高海拔的地区。骑自行车的话，对这段路更……大家好，现在是5月9号的早上，我在邦达。这个邦达是川藏线上的一个3岔路口，这个方向就是往72拐走的，往拉萨方向；这边是往昌都214方向走的，这个方向是往芒康走的。它就是这3个路口汇聚的地方。看一下这个邦达，就是这个沿着这个3岔路口有一圈房子，再没有房子了。你再往出稍微走个10几米，就是荒无人烟的地方。邦达就是这么小啊。然后这个上面都有雪，看在这个山上吗？那个72拐方向雪最多，看那个山顶上。往昌都方向的倒是没有雪，今天我走这个方向啊，这个是214方向。哇塞，看一下今天的道路，这是邦达到昌都的路上，一马平川啊，看这个路多么笔直啊！远处就是大雪山，这个路开得爽吧？只有我一个车啊，这边上就是草原，还有牦牛在吃草，哈哈哈。现在到达邦达的机场，右手边就是机场。哇塞，邦达这个地方虽然小，居然还建有机场。哇塞，看这个飞机，放大一点，看看我华为 P30逆天的望远镜功能，能不能看清楚？西藏航空。哇塞，要起飞了，正在加速度。听这个声音，飞起来了。哇塞，直奔雪山而去，太壮观了。还能看见吗？在这儿。到达浪拉山，海拔4572米。这浪拉山垭口对面就是德玛雪山，这个雪山山顶现在全都是雾，挡得看不到，估计上面在下雨。这个雪山高是5740米。这边是盘山路，一会儿顺着这个路到它山脚下。现在已经到昌都了，昌都是湄公河流经的城市。到昌都以后就走了1000公里，走了1/3的路程了。我把车停在这个路边，检查一下轮胎吧。你看这个轮胎上面好多这个小石头啊，都得给它清理掉。这个都是隐患啊，高原地区万一来个爆胎什么的，这可不好弄。哇，这个隐藏的好深。
矮拉山隧道，全长4.8公里。前方进入隧道。以前没隧道时候从这儿走呢，现在不用翻山了。隧道里好黑，赶紧开灯。这隧道里没有灯啊！进入矮拉山隧道。哇塞，这种没有灯的隧道特别恐怖啊！这个是近光灯，这是远光。我关了灯看一下效果啊。哇塞，看到吗？全黑。对面有车过来了。如果是骑自行车的话，在这个隧道里，你看看你怕不怕？全长4.8公里，真是吓死个人啊！大家好，现在早上快7点了，6点56，5月10号。昨天晚上我就睡在车里啊。这里是昌都过去100公里的一个乡。哇塞，看这个玻璃上结的冰。昨天这个山里面好冷啊。前面的前挡风也结了冰了。但是侧面的这4个窗户没有结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前后结冰了，侧面不结冰。我把东西放在前面。昨天这个睡袋还是挺管用的，这个山里面这么冷，这个睡袋还是不冷的，用这个睡袋特别厚。看，现在要起床了，带大家看一下我露营的环境啊。看这个前挡风上面全是霜啊！现在外面的温度是-4度，这已经早上7点了，外面还-4度。我先打着火了，把暖气放出来，热一下车，吹一吹前挡，看看我昨天住在什么地方。对面是个加油站，看看这个大山里面。这几个大货车晚上他们也在这睡的，你看这个还拉着窗帘。那边就是大山，这儿还有条河流，这是澜沧江的支流。那边还有佛塔。哇，那个人这么早起来就放马，遛马。你们是遛狗，人家是遛马。看看这个大山中的小城市，这个地方是一个乡镇，但是只有一条街道。昨天晚上我就在那边吃了晚饭，然后就开到这里来睡觉了。这个乡镇只有这一条街道啊，街道两边就一排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早上呢就不洗脸了，拿湿纸巾擦一擦就行。因为这里没有热水，用冷水洗脸还不如用湿纸巾擦一下呢。昨天从邦达到昌都的路非常好走，一马平川啊。到昌都以后没有停，直接就来这儿了。昌都是澜沧江流经的城市啊，那个城市规模挺大的，我没有想到高原上还有这么大的城市。本来想在昌都玩一玩呢，但是发现昌都啊特别拥挤，商业化很浓，然后停车位也不好找。我就吃了个午饭就出来了。昌都的物价非常贵，吃那个德克士，对，昌都还有德克士呢。像咱们内地20多块钱的套餐，昌都卖40多。吃饭还是比较贵的啊，住宿也挺贵的。住宿我看了一下美团，基本上都在100以上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停啊。哇塞，看这两边的山，有没有害怕的感觉啊？旁边就是河流，这是华容道啊！我后面居然有个车还要超我，让他超吧。哇，五菱宏光果然很厉害啊！神车就是牛。这峡谷里面就是一条死路啊！
哇塞，如果这儿没有一条路，你远远的根本不敢走进来呀。这个山体看着都挺恐怖的。看这个山怎么长这个样子呢？哇塞，这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啊！已经看不到五菱宏光的尾灯了。哇，这个是个老虎嘴啊！啊，终于冲出来了。多少钱呀、这个40， 30一根40， ，30、 40， 40，一根。你看嘛，大得很。这是几厘米啊？我看这是我的手指，有半截手指这么长。40一根啊。这个怎么吃呀？泡酒，泡酒嘛，泡开水嘛，泡开水喝。水可以。我没喝过这个，我现在在巨尔山，哇塞，看后面的大雪山，海拔6000多米的巨尔山，两个大哥在这里卖虫草。啊，太冷了。你看你们穿的多少，戴的皮帽子。你看这个，这可以。太厚了，我就穿了这一件，里面是一个短袖，外面是个抓绒的。哇，你看这个大哥戴的这个帽子，还是带毛的呢。虫草我就不买了，我没吃过。好的。曲尔山隧道，我来了。哇，大雪山，太喜欢这里了。两个大哥就守在隧道门口这里。现在正在翻曲尔山，非常壮观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景象。这大雪山近在咫尺啊！曲尔山被誉为川藏线上第一高和第一险的山。第一高是它海拔超过6000米，第一险是它这个弯道特别的多，而且都是急弯，很容易出事故。看这个牌子上，川藏第一高，川藏第一险，曲尔山。这个就是以前的老的国道，看这个半山腰上啊，还能看到路呢。当然现在修了隧道了，就不需要走这个盘山路了。这盘山路又危险又有雪，弯道又多，所以它是川藏第一险。曲尔山隧道7公里，哇操，够长的啊！都下雪了，现在。进入曲尔山隧道，全长7.1公里，请开车灯。下山途中冲一下车啊，车让我照的已经很脏了。这里有免费的水管子，免费洗车。看这个泥，这条街上有很多收虫草的，像对面摆着桌子这个就是收虫草的老板，他们挖到虫草就在这儿卖呢。不说价格啊，他们是拿东西2个手握住，然后这样谈价格，拿东西都盖着呢，咱也不知道人谈的多少钱，也不好过去拍啊，因为人家谈价格的时候要拿毛巾把手盖住。哇，路上搭了一个藏族的美女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这个咋个弄了？这个。他到了，要下去了，往前一点，挡住他路了。谢谢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谢谢你。拜拜。拜拜。我的天没摔坏吧？谢谢。拜拜。
我是从卢霍到色达的路上，然后一个藏族美女在路边招手呢，我就顺便载她一段嘛。哎，你帮我支在这里嘛，要不你拿着吧，给。就这样拿。等一下，对，你就这样拿着就行了。嗯，对对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问一下，你是藏族的吗？我是藏族。你是藏族的是吧？啊那你为什么会讲汉语啊？我讲就一点点汉语说的来，这还你们是在学校里学吗？啊，就读过一点点书嘛。啊，在那你们上学是用汉语上课呢，还是用藏语上课啊？藏语、汉语都有。都有。嗯，你还有一个班儿的话，你可以好那个嘛。啊，对，我就一个人去。一个人好难的啊那个，你的家乡在哪里的嘛？山西啊，哦，那么远的。要不咱俩去嘛？你多大了嘛我28了。？28，我33了。哦，你们家有没有马？我们家有常常。你们家有马，也有牦牛，有也有羊啊，羊没得啊，牦牛有牦牛和马。啊，你们这的人都会骑马吗？可以骑。你们还我没骑过马，你骑过吗？骑过，从小你还敢骑马呢？女生也敢骑是吧？小的时候，我们爸爸妈妈在给我们那些骑马那些。你是骑的那个小马吧？不能骑大马吧？会啊，大马现在。大马也敢骑啊？啊，哇！你们家多少头牦牛啊70、80个有。哇，前面有牦牛啊！那小看一下，这些就这是小牦牛吗？这个啥子叫这个叫什么？这牦牛晚上你们要赶回去的是吧？不让它在野外。啊，就那边山上过去的话呢，就有狼啊那些。啊，有狼，晚上会吃了它吗？啊，哇，你们家70、80头牦牛呢？一头牦牛得2000块钱。100、200多都有是的，就不算7、8。一头牦牛得多少钱啊？不知道呢，现在没买过的。我昨天碰到一个放羊的，他说一头羊要2000块钱，但是牦牛肯定比羊要贵吧？贵哦，那得好几千呢一个。就是。你家是百万富翁啊！哎，你除了这里，你去过别的地方吗？我去过。去过最远的去过哪里啊？广东嘛。啊，你还去过广东？去广东去旅游还是去打工啊？打工嘛。你们养牦牛就很挣钱，为什么要出去打工呢？重庆去过，后来成都去过。大家好，我在去往色达的路上，现在路过一个湖，这个湖叫卡萨湖。这个地方已经属于四川了，但是它还是属于藏区，就是藏文化的影响范围区。看一下这边的地貌特点，这山上光秃秃的，毫无生机。很多人就问了，西藏的山上为什么不长树呢？大家看一下，连一棵树都没有啊，甚至连草都长得很矮，都是那种青苔之类的草，连高一点的草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边海拔高呀，特别寒冷，然后就是空气稀薄。你看那个顶上的那个山，上面都有雪的，下面能长点青苔就不错了。这边的树根本就活不了，像他们吃的话，像蔬菜根本就种不了啊，水果呀更别提了。然后吃的话只能种一点青稞，青稞就跟小麦长得差不多啊，但是比小麦要矮。这个地方环境反正非常恶劣，能在这儿生存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这个大家也就能理解了，为什么青藏高原这些高海拔的地方就是地广人稀，这么大的土地面积，但是居住的人非常少。仅在这个湖边的这个海拔低的位置，有那么几十户人家。这些山上啊，全部都没有人，光秃秃的。另外就是住在这边呢，其实交通非常的不方便。现在还是修了317、318国道，
现在还好多了。如果放在以前，没有路，没有汽车，只有骑马的那个年代，这边的交通极其不方便啊。交通的封闭就导致了信息的封闭。大家想一下，如果你身在这一片大山之中，你一生可能都走不出这片大山，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外面的世界的？有2个途径。第一个就是茶马古道上有一个马帮，他们就是沟通内地和藏区的这个纽带，他们会把外界的信息带过来。第2个渠道就是宗教，这边是藏传佛教啊，所以这边的人，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去一趟拉萨，去大昭寺，去布达拉宫朝拜。然后怎么去呢？磕着头去。500米后，在第2个红绿灯路口向右前方行驶。当前红绿灯路口，请直行。直行通过第1个红绿灯。30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